现在我已经来到了文陶的中心，它是一个交通圈附近有一些那个商城我都不进去了，就是在这里附近拍一些，就是它的那个地标，中心的地标就是一个塔，这个就是一个大的交通灯不是交通灯，交通圈。交通圈对面呢，它有一座庙，我看可不可以进去。感觉上那个庙已经关了，没有开门。就是看那个门已经是锁上了，它没有开。要不然我就是上去这个塔上面看一看。塔在我的眼前。非常的高，它是在那个文陶是，也算是一个打卡的地方嘛。后面就是看，后面就是那个商城，一个叫做那个 Lotte Mart， 还有一个不懂是圆圆的东西，也是商城吧，我觉得。如果是你们缺什么东西，就来这个商城买吧。现在我要上去。这个塔，我是一位旅客，就当做去打卡。塔呢，大概是1、2、3、4、5层楼高吧，或者是6层，就直接来。他们也是有插香。这个是一个拜拜的东西。看 OK， 然后这个就是市区的一个景色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走了。它出名的就是那个耶稣山，接下来就是给你们去游泳。那个商城呢，只是一些你们需要买的东西才过来这里，要不然的话不需要过来这里去吧，没什么东西可以逛。现在我要往那个沙滩那个海滩去走，然后回酒店休息一下。现在是越南的4点钟，刚刚休息了一下，然后现在要下去看那个岛。还有那个海是否退潮了，顺便吃一个晚餐，然后现在就出发。已经出到那个海边那里去，左手边就是海边，右手边就是那个酒店。要说这里的酒店是也不算很贵，大概是里面在小区里面大概都是。30万，如果是街边这里的呢，有到60万之间，就是你们可以选择住30万的还是住60万的，非常多。然后现在去夜市很少那个外国客进来，全部都是本地人，所以那个价钱会压得很低，更低。现在是看那个小岛，看一下退潮了没有。如果没有退潮的话，也走不过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多，那些就是酒店，全部都是酒店，还有一些打卡。看到了一条金鱼，它是在海边的一个地标。这是这条小金鱼，隔壁还有那个叫做什么？那个贝。现在我要看，现
看外面那个岛，应该这里可以看到。哦，还是退不完。哦，可以去那个岛了，看到吗？那个可以过去了。现在我就要过去那个岛看一下，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的。走了大概5分钟，还有10分钟才到那个小岛去。我这里看到我的右手边就是我刚才下午去上面的观望台，下面这里也是蛮多人的。现在你看啊，早上的时候这里全部都是海，然后现在我们会看到，你看这些石头已经出现了，都已经出来了。那时候还有一个，你看那个我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蓄水池吗？还是一个塔？然后我要走向那里去，应该还有10分钟。我到了那个小径，退潮全部都是石头这里。我身后的有看到吗？我身后的就是那个，现在要怎么过去这个？我身后的就是那个耶稣，看到吗？耶稣，然后这些小石头，现在全部都是小石头，退潮了。剩下的就是小石头，这里要小心，那个石头是比较滑，还有尖利。如果是穿那个拖鞋过来的话，就要特别小心，可能会刮伤之类。这些小石头，现在我往那个山去，小坡。现在已经是有很多人在赶海了，赶海的意思应该是做海鲜。还有那个扇贝之类的。现在我看到那个这里的居民，他们在开一条路，给我们这些游客去方便去那个庙那个小佛那里，他们已经开好了一条路。哦。他们基本上已经开好这条路，我看就往着那条路去。我身后的看，好几个人都在搬那个石头。还有这些在赶海，在做一些小扇贝，还有一些小龙虾之类的。看这些石头呢，都是非常的锋利，非常的锋利。这些石头，现在那个庙还有5分钟就能上到去了。OK， 我终于上到这个小坡了，现在就是那个山坡上。现在那个风速是非常的大。还有那个就是耶稣山，早上我是在那里看这里的那一区呢，就是满满的人，那个沙滩那里，带你们走一走这个小离岛，它的名字是叫做米柚汉巴汉道，我不知道读正确还是错的。现在它是有一条小步梯，是往上爬的。我看到有人拜拜了，在这里拜拜应该是非常的灵，因为有这一座庙，这里都是风调雨顺。这个就是它的小庙的外貌，还有2个凤凰，
常的大方，还有一个观音，白色的小观音。哦，这里还可以拜，里面有那个庙。这里要脱鞋。这里的风是非常的大。现在是我站在这个小离岛的另外一个部分吧，应该是最外面的。下面我看到有人在那里垂钓。看啊，他们要怎样过去？厉害，我都不知道他们要怎样过去。这里的那个海风是非常的大。还有呢，来稳陶这里了，如果要上这个小离岛，你们要预算时间吧。它这里你看了，我早上来这里都是涨潮的，现在它大概是5点就把那个海水给退下去了。我不知道每一天的时间是不是5点退潮，所以你们来的时候，你们要预算问问那个酒店的人，或者是上网查询也可以。现在基本上就是这样，我的那个温岛的活动就是完了。现在我走进一个本地人的海鲜面馆，这里他早上有卖这些，然后晚上只是卖2个，一个是8万，一个是6万的。这个是他的地址。我的东西已经来了，它是一个海鲜那个乌冬粉，海鲜冬粉。这个有鱿鱼，还有那个虾，还有这个叫做皮皮虾，还有下面就是冬粉、生菜，还有一杯水。这里是8万，是越南盾。